谢雪晨，你被我抓到了吧？身为雍雪城的城主，竟然杀了人族。我从没说过我不杀人族。世间法度，行凶者赎罪，杀人者偿命。我不枉杀，亦不姑息。那对灵族呢？一视同仁。可你们的剑灵司不这么想，有罪的人族在逍遥，无罪的灵族却在受苦。也不能一概而论，但是我会想办法改变的。怎么改变？从你好好做人开始。你这话怎么像在骂人啊？好好做雍雪城弟子，让大家知道，灵族不全是残暴嗜杀。那你可误会我了，我恰恰是残暴嗜杀的代表。我的好脾气，可只对你一个人，除非你许我些奖励。你想要什么奖励？你说呢？妄想。从明日起，给我去承启堂上课。犯一次错，记一次过，记过10次，逐出雍雪城。也就是你，敢对我这么说话，要是别人，我一定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本以为入了雍雪城就能和谢雪晨多些相处，没想到还真要每天上课。穆玄灵，与大伙说说，你为何要拜入我雍雪城门下？我从小被我爹收养，他身体不太好，脾气也不太好，每天就是一副死人模样。我们那儿寸草不生，比较贫瘠，只能靠打打杀杀为生。我爹为了让我更好的替他卖命，还将我扔进匪窝里，使尽各种手段逼迫我变强。幸得谢城主救我于水火。那然后呢？所以为了报恩，我就在这里了。啊，也好。仙盟5派，玄天门的严胄专治暗族。镜花宫的灵花灵草，都是天下一绝。碧霄宫精研法器，灵居岛崇尚自然之力，而我雍雪城精修剑道。你说你受人指点过，现下让我看看你的修为和根基如何吧。不能让他们发现我是灵族，万一赶我出城就惨了。我还没有剑呢，不方便展示。无妨，心中有便可。仙盟修道，论有所成：出金丹，中元婴，上法相。法相之境，乃所有修士心中所求。为修者，道之显现，心之显现，或法之显现。此处乃雍雪城灵气最为充沛之地，有助于你们修炼法相入门的第一步，使心中所思所想出形画像。所以，大家需勤加修炼，打好根基。打坐修心难，但无需门槛，只需摒弃杂念，在心中默想某事某物。使之在眼前画出具象，试试吧。
我这个巨象是不是还挺强大？很帅。你们要知道，法力强弱不在于法相本身，是在于修道者自身实力。所以你们得勤加修炼，不得懈怠。我希望自今日起，你好好督促自己，不得胡闹，从此不许再做出对城主不敬之事。今日就到此为止吧，散了。谢长老。穆玄灵，长老还有何吩咐啊？你入门匆忙，我忘了告诉你，雍雪城的新弟子，除了清明、中秋、除夕能休沐以外，每日需卯时晨起休息，直到晌午。午后根据指派做出一些诸如清洁、打扫、耕种、值守之类的活计。今日轮到你打扫了。能用法术打扫吗？这个时候长老应该说不行，然后我说弟子开玩笑。那请问长老，弟子今天打扫哪里啊？你看起来有点烦躁，做了城主之后，是不是要操心的事儿更多了？这是我的。就这么渴？我今天扫了13处院子，外加1处茅厕。幸好，最后1处是你这里。那你为什么要先去打扫茅厕，再来我这里？这不是要完成苍长老吩咐的任务，又想跟你多待一会儿吗？我本来以为我是特别的，至少能给你打打下手，没想到。一视同仁而已。你确定你对我能一视同仁？你洗手了吗？骗你的，我堂堂暗域圣女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怎么可能去扫茅厕？南庄主住明雪阁，你住吹雪楼，属你俩风呀。就连这院子里的树，你这里怎么会有玄灵树？此树只在暗域生长，种子也只有暗域才有。你以前去过暗域啊？当然没去过。听长老说，这棵树很多年前就在这里生根了，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长在这里。原来它叫玄灵。是你的名字。可惜，这树在人界是不会开花的。真想让你看看那花，特别漂亮。想来他确实一时无法适应雍雪城的生活，是我疏于安排了。我想，既然此树离开暗域也能生长，你在雍雪城也一定能找到属于你的位置。跟我来。先登堂，后入室，然后，谢雪珍，我来了。
这柄剑，喜欢吗？你这样问，我敢说不喜欢吗？昨日在剑中，见你还没有佩剑，在雍雪城休息，剑很重要。若是这柄不喜欢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这些剑都和你一样，太刚直了，我很感动，但都不适合我。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剑种。这里的每一把佩剑，都曾是雍雪城前辈和弟子的佩剑。他们曾像友人一样追随剑修一生，最终留在剑中，如同一座座丰碑。雍雪城新入门的弟子，可以在其中挑选一把，作为自己的佩剑。所以，他们的前主人都已经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嘛，我懂。雍雪城弟子不能无剑，方才的你不喜欢，便在这里挑选一把吧。你经常带人来选剑吗？你是第一个。这么多剑，我怎么知道该选哪一把？你可以去感受剑的气息，选出与你连结最深的那一把。我的第一把剑，我叫它什么好呢？就叫第一剑吧。恭迎尊上出关。尊上，朽仙阁传信，谢道成已死，谢雪晨继任城主，并以离火传书，仙盟五派即将齐聚雍雪城。如此大张旗鼓，看来是想反客为主。谢雪晨的灵力恢复得如何？尚未知。尊上，咱为什么非要靠那朽仙阁去查呢？这种事交给知影探清楚不就完了吗？我有别的用处，告诉朽仙阁，尽快探清
谢雪晨的实力。是。尊上，探清之后，莫非您要亲自杀往雍雪城啊？不，我还在等一样东西。快了。 好了，阵法成了，只需10息便能到雍雪城。入阵吧。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儿啊！我保证，到了雍雪城之后，绝对不给姐姐惹事。如果我嗅到了暗族的气息，立马告诉姐姐。嗯。 怎么回事？有人逆转了法阵，改送为杀。钟瑶，公子，法阵要崩毁了！没事吧？无妨，没事。所幸是你今日已恢复了6成灵力，否则我们方才都得死在这里。英秀山庄并无人入侵，到底是如何动的手脚？应是这起阵材料出了问题。传送阵材料本就稀缺，有一部分是由庄外寻回，想来定是有人提前在材料中设下杀咒。 都怪我没能及时嗅出杀咒的气息。这不怪你。杀阵本就隐蔽，难以发现，加之起阵还要炼化材料，它就会变得更隐蔽，肯定更难发现了呀。你才多大？要是连杀阵都能嗅出，就不用到处吸宝器修炼了。我们都在呢。 还轮不到你自责，这一切都在桑琪和九仙阁的计划之中。或许从净化宫开始，就是个一石二鸟的局。你是说，净化宫出事，一是为了盗取玉令，二是为了声东击西，好让他们有机会对传送阵动手脚？你最是精通阵法，若你在。 很容易发现材料出了问题，所以他们故意闹出大动静，将你也一并引开。也对，南庄主研修出传送阵一事不是秘密。你从暗域出来之后，没有直接回雍雪城，而是选择来运秀山庄。他们应该已经猜到你灵力尚未恢复，想要借传送阵回雍雪城，还真是环环相扣，步步杀招。眼下。 我更担心雍雪城的情况，不知他们会如何出手。纸雁发出已有几日，谢盟主定已收到消息，你也不必过于忧心。如今材料已毁，若要再次寻起，需要多久？这恐还需10天半月吧。那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，能尽快回雍雪城？倒是还有一物。
浮云空舟？没错，这是旧日碧霄宫少公主傅兰生打赌输给我的，已经好多年没用过了。传送阵呢，时息便可抵达，它就要耗时多一些，所以一开始并未考虑。只是眼下这情况，用它代步，总比御剑和骑马强吧。就这么艘小舟，怎么载人啊？舟要遇水而行。现在我们便可上路了。怎么上啊？这碧霄宫确实有钱。你们雍雪城财力怎么样？你把我从暗域绑出来，我可没带什么钱。做雍雪城弟子有没有津贴啊？给你句忠告，到了雍雪城，还是多听少说为好。要是犯了事惹了怒，我可不会帮你。你现在是这么说，方才危急关头也不知道是谁，只有6成灵力，还是分了护盾保护我。谢雪晨，你就承认吧，你就是舍不得我死。舍不得你死，和不让你死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嘴硬。许月，此次危机比我料想的要严重很多，你并非仙盟中人，不必继续犯险。雍雪城你别去了。现在说这样的话，也晚了。桑启与朽仙阁联手对我运秀山庄出手，毁我天才地宝，这笔账我定是要讨回来的。不然运秀山庄今后如何立足？许愿，我心中有数。既已同行至此，那便一起走下去吧。木姑娘，介意吗？多个朋友多条路嘛，南公子同行，欢迎之至。那便好。凤瑶，守好山庄，遇事直言联络。是。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出发吧。阿宝，别颓废了，出来吧。爹爹要是知道我是这样一只没用的叔叔，会不会不要我呀？行啦，你都没见过你爹，哪来这么深的感情啊？爹爹就是爹爹，没见过也是爹爹。没见过的爹娘，也算爹娘吗？当然算了，你要听他说爹爹。我们在天上吗？我们在去你谢哥哥家的路上，你别怕嘛，出来看看嘛，那月色可好看了。我还是等落了地再出来吧。就你这小破胆，还想跟着我啊？啊，是的，我想要学本事。木姑娘。南庄主也来赏景啊？还是先要恭喜木姑娘得偿所愿啊。谢谢。我还没有去过雍雪城，想必会很有意思。应该说，因为木姑娘的到来，雍雪城会变得很有意思。所以，
你也觉得谢雪晨无趣，对吧？木姑娘其实是知道的，并不是她想无趣。天生识窍者，背负的东西很多，被期待的很多，被束缚的也很多，甚至有的时候连自己都分不清，这世人所敬爱的是这个人，还是仅仅是这个人身上可以守护世间的力量。男庄主是在说谢雪晨，还是在说你自己？毕竟男庄主曾经也是天生识窍之人。木姑娘果然聪慧，不过方才你也说了，那只是曾经。如今我三窍尽毁，最多也就算是个会画符的普通人罢了。堂堂运秀山庄庄主，当世法阵第一人，又绝顶聪明。你若只是个普通人，那让那些真正的普通人该如何自处呢？好吧，好吧，算我食言了。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接，还请男庄主见谅。我只是觉得，一个能从绝境中杀出一条新路，重新立于顶峰之人，并不需要那种廉价的安慰与同情。我不想，更没资格展示什么自以为是的善良。那种怜悯，是对你的看轻。我想你不会认同，更不会高兴。木姑娘虽是灵族，可看人却十分透彻。彼此吧。你也来看风景啊？雪晨，透气而已。真是没有情趣，这方面啊，你就该向男庄主多学学。到了雍雪城，你若再这般说话，恐怕是没几日就要被逐出师门。这不还没到吗？况且这种话我也只会对你说。行，那你当我没说。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克制嘛。知道了。这心情一糟，连带着月色都不这么好看了。你们聊吧。木姑娘对你，还真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有时候也未必是件好事。这不好吗？你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把她看清楚吗？我还有一事想问。何事？你为何答应木姑娘，要带她回雍雪城呢？曾经人灵之战旷日持久，我自小便眼见无数生灵涂炭，如今战事早已结束，但伤痕却从未弥合。时至如今，人族奴役灵族，人灵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，仇恨就像燃烧的热油一样，需要用无数的鲜血才能浇熄。是时候主动接纳灵族了。就从容许灵族入门开始，而木玄灵便是这第一个。仅此而已。
不然呢？那便愿人灵和解，天下相心。也祝你可以得偿所愿。这就是雍雪城啊，看上去也不像是什么好玩的地方。好玩？到了雍雪城，你便是外门弟子，一切要按规矩行事。雍雪城戒律森严，绝不会姑息门中弟子，便是我也不例外。当然，我一向都是奉公守法，最听话的，你知道的。雍雪城是个和镜花宫截然不同的地方，想来木姑娘很快会体会到这一点。有什么不同啊？仙盟五派处事各不相同，镜花宫生机盎然，但对灵族苛刻无情。至于这雍雪城，就像你看到这样，万里覆雪，凌驾于寒峭绝壁之上，洁白无瑕，亦容不得一丝误会。果然，雍雪城城主就是这样一位杀伐果决、铁面无私的人。不过没关系，如果他凶我的话，我相信谢少城主也一定会保护我的，对吗？二位长老，别来无恙。南庄主，多年不见，风采更胜往日。苍长老说笑了。少城主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穆玄灵，从今日起，便是我雍雪城弟子了。啊？自然是先从外门弟子做起，新弟子皆由苍长老管理。苍长老，我不是跟你学吗？少城主，此事甚为突然，他的事之后再细说。我要立刻面见盟主。盟主今夜便会出关，还请少城主稍事休息。盟主还在闭关？对，自你离开以后，盟主就没有出过关。你又超过归期未回，我们甚为担心。本想禀告盟主去两界山寻你，可奈何他修炼，怕到了关键之时，又怕打扰他，怕他走火入魔，所以我们只好等待。我曾以纸砚传信给他，他也没有任何提起，没做任何安排吗？信件？未曾。这信中可有说起什么？盟主，谢雪尘求见。血，是血的气息。
盟主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此乃雍雪城，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盟主怎么会？盟主法相境界，有千格外，又有弟子巡守，怎会被刺身亡而无一人知晓？这究竟是何人所为？是我都没保护好盟主，都怪我。怪我为什么不早进来看他一眼？查，必须要查出凶手是谁！盟主，香祁连和仙盟内奸意图夺主，万望小心，我会早日归去。二位长老，盟主身故，雍雪盟臣实有大位。然二位长老乃雍雪城宗门主事，不能夸大。此非自责之事，亦非推搪之事，还请二位长老封锁雍雪城，代为传丧。其余诸事，雪臣自有安排。是。这纸烟未被打开，却染上了血。看来城主是在纸烟飞到前不久被杀害的。凶手是为这掌门谕令而来，他真没是假的。剑修无论何时都不能扔下自己的剑。你做到了。燕桃，在。父皇盟主的遗体。是。你要去哪儿？他去查看混沌珠了。看来净华宫一事，不是一石二鸟，而是一箭三雕。对方的目标，不止在净华宫，不止在杀谢雪晨，更在雍雪城。他们在传送阵里设下杀咒，也是为了摧毁阵法，拖延雪晨回城的时间，以便于他们杀盟主、夺谕令。而最终的目标，是为了混沌珠。救得了镜花城，
却救不了自己的父亲，他心里该有多自责？这是无解的局。从回雍雪城起，他就没有休息过片刻，总是借着诸事麻痹自己。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垮的。他知道谢盟主心中的期待。混沌珠、雍雪城、人族、苍生，每一样都被排在丧父之痛的前面。他只能这么做。可他就没有为自己想过吗？南庄主，你认识他多年，他一直都是这样吗？说起来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因为都是天生石窍，我与他总被拿出来相提并论。可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从未谋面。直到有一次，万仙阵出现了一道裂隙，有很多暗族流窜，为祸人界。我与雪尘同被派到两界山阻拦暗族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见。那时的他与现在有很大不同。雪中剑刺破一夜，破不天命的书写。你的离开日月，都是天下的志愿。人生生不不歇，这一场梦回响，让君者一世化白雪。暗族会一次次复活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毫无意义。杀的比复活的快不就行了？血出剑刺破一夜，破不天命的世界。小心！不算的话，原来你就是那个能捕会算的，不如我们比一比。一个。比你多一个。你怎么样？受得住吗？无碍，我早知道自己不会殒命于此。常听人说起你，有兴趣去雍雪城一游吗？原来，谢雪城还有这么争强好胜的时候。谢盟主一直待他甚严，可他那时少年意气，总是不服管。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的道。我也本以为他可以那样痛快地过一生，可直到10年前，他突然去了明月山庄，又突然上了问雪崖闭关。待再见时，他的性情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或者说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变得清冷、克制、疏离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他终是变成了谢盟主心中所期望的那个样子。
进步了很多，比我强了。盟主，如今万贤镇有缺，你去将他补好吧。遵命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修道者不能有情当以身奉道，难道你忘记了？济世救人，以苍生为念，这是你的道心吗？若是如此，那更要断情绝爱。你若有了偏爱，那如何以大爱去包容众生？你不该偏爱世间一人一物，包括你自己。等你回来了，等你回来再说吧。大晚上的，跑到这问血崖上来练剑，就不怕闹出雪崩，淹了整座雍雪城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走。你心里难过，连带着我这手环闪啊闪的，我怎么睡啊？我让你走！谢雪晨，被人看到脆弱，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。你若想看，我现在就可以哭给你看。走。我不需要你的安慰。谢雪晨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压抑自己呢？就因为你父亲说，修道者不能有情。当日在玉隐的贪欲牢笼，我看到了你小时候。你父亲认为，无情才不会偏私，才能成就大爱。我不敢说他一定错，但我认为，大道无情，修道却应该有情。如果一个人连小爱都不曾懂得，如果心里只剩荒芜和冷漠，那如何能明白世间万物存在的真正意义？又如何能做到爱及众生呢？只因为你天生识窍，亘古罕见，你父亲便将这视作你的宿命。但谢雪晨，其实没有人可以框定你的未来。人有七情六欲，喜怒哀乐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是灵祖，我都有感情。你是人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有感情，就一定要释放出来，表达出来。强行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谢雪晨，你和大家一样，都是血肉之躯。你已经做得够好了。好。曾经我一直不愿听他的话，多有违逆，终是犯下大错，无法挽回。现如今，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无情无爱，但原来他的要求我根本就做不到。问雪崖道别那日，我真的很想唤他一声父亲，但最终没有勇气开口。我就是这般犹豫，这般怯懦。父亲想说的话，我再也听不到了。
如果谢盟主还在，他一定想这样跟你说。雪晨啊，这么多年，父亲一直待你很严苛，但其实父亲一直都知道你有多不容易。从你出生起，我便用苍生宿命的责任束缚着你。为了逼你断情，甚至毁你所爱，断你羽翼，囚你于这方寸牢笼之中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有一日你会面对的困境。父亲也常常在想，是否是我太过由天自扰？也许断情并非唯一的方式，若没有我的强迫，你本该活得自由灿烂，海阔天空。父亲，断情去爱，说来轻松，但世间又有几人能做到？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，我是否也不该逼你？雪晨啊，父亲老了，终有今时，总有一日会离开。也许父亲的道也已经老旧了，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一辈的，去走你自己的道吧。父亲相信你，你会用自己的方式承担起责任，守护好你该守护的一切。雪晨，其实父亲也很怯懦。有句话一直想告诉你。父亲很爱你，很爱你。这就对了嘛，发泄出来是不是好多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谢谢。今日是我入门的第一天，苍长老安排我住在弟子寝庐，回去晚了是要被记过的。明天就是盟主的丧仪，你早些休息。南庄主，多谢你带我来这里，否则我还找不到他呢。你
不过去安慰安慰他吗？不用了。当年我父亲丧仪时，他也是这么远远的陪着。他与我心中都明白。是我忘了，南庄主也是经历过父亲离世的。听闻你父亲是被灵族所害，可有抓到凶手为他报仇吗？该死的人都死了，该报的仇也报了。那就好。我送姑娘回寝炉吧。穆姑娘有多喜欢谢雪晨？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只是在想，你为何那么喜欢他？或许你在更早以前就认识他。你的反应告诉我答案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看他的眼神里会有怀念和悲伤，而不仅仅是喜欢和仰慕。穆姑娘的眼睛里藏着很多事情，只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南庄主太聪明了，我无所遁形。只是他已经不记得了，你为何不告诉他？原来是想告诉的，但渐渐又觉得他心里的苦够多了。我与他的相识，于他而言，着实算不上愉快。大哥哥，他不需要记得，我欠他的，我记得就好了。是吗？那我呢？你还记得我吗？你的反应也告诉我答案了。虽然你的模样变了，可我还是能从你的身上感受到熟悉的气息和眼神。我那时不知道你的名字，却记得你的脚上有一个锁灵环，而脸上有金色的纹印。那时我刚失三窍，父亲带我去明月山庄接混沌珠。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是充满了同情，可唯独你看透了我。你知道我不需要被怜悯，你视我如常人，你向我承诺，我给你糖果，而你会给我一点点喜欢。我来做你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听人说，喜欢很宝贵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你是那个公子？说来惭愧，那不过是……所以你是打算食言了？你不愿兑现我那一点点喜欢？方才只是玩笑之语。南公子如今阴霾尽扫，万众瞩目，已经有许多人喜欢了，想必也不差我这一点吧。穆姑娘赖账的借口，说的倒是挺漂亮的。
那算我欠你的好了，来日找机会一定还上。不过，你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与我相认呢？方才是你说的呀，有些事一直压在心里是会生毛病的。木姑娘，我还是有些好奇，你本在明月山庄，为何去了暗域？还有，你和雪尘之间有些秘密能说，有些秘密却分享不得。男庄主通透，应该能理解吧？无妨。走吧，故人。问血崖上的谢家人，要做这变化无常的世间唯一不变的旗帜。只要我们不曾改变，抬头望向问血崖的凡尘俗世，便也会流转不休。我赠你万仞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。万仞和玉令皆代表信任，父亲相信你一定能做得比我好。父亲，我会找到自己的道，不负你的期望。恭送盟主。恭送盟主。雍雪城屹立仙盟1000年，依靠的并非少数人之勇武，而是所有同门坚不可摧的剑心。虽风雪加身，诸般艰难险阻，亦能秉持问道之心，求登临绝顶之路，百死不悔。盟主生死，未来必定风雨飘摇，更需诸位以剑在刀，抵挡无悔。丧一毕，万事复始，前路悠长，当一如既往，问道、问剑、问行，铭记正气一句，不可轻者。是，盟主。
阁主要回复了吗？他何时安排我们出城？阁主回复，希望长老留在城中，万无轻举妄动。雪晨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如果再不走的话，恐怕真就来不及了。于长老，于长老，城主，请坐。请。城主到访，不知有何要事？于长老是否还记得，你我在10年前有一盘残棋还未下完？如果你不提的话，我几乎都忘记了。我记得那日你缠着我，非要与我下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当时我还是个圣士呢。棋还没下完，输赢又怎能轻易判定呢？不如今日，你我就把这盘棋下完，如何？好啊。雪晨，看来这10年，你的棋一点长进也没有啊。说起来，这盘棋也下了10年了。于长老，你还真是厉害啊！对我从不心慈手软。雪晨如此看重输赢，想必定是在这盘棋上下了赌注吧？不错，是有赌注。哦，可否说来听听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告诉我修仙阁主所在；要是我输了，我把掌门谕令给你。他现在灵力残缺，上！你的灵力恢复了。到达雍雪城前，便已完全恢复。于长老执掌雍雪城刑律，应当最清楚。勾结修仙阁，谋害盟主，祸乱人界是什么罪？于长老应该很清楚，我在，你逃不出这个门的。还是与我下完这盘棋吧，有始也该有终。因何背叛？你可还记得，万仙阵曾经裂过，我曾带领众弟子抵御暗族侵袭，你和南巡月赶来救援。那一日，跟着我的弟子有210人，无一生还。我永远都忘记不了他们的冤情。对于你们来说，诛杀暗族是那样的轻而易举，但是对于我们，他们却是强得可怕呀。修仙阁势力庞大，阁主实力深不可测，他找上了我，要我相助。我不想死，所以只能择主而起呀。仅仅是因为怕死？仅仅。好一个仅仅！这就是你与我们的不同。死对于你来说是一件平常且无谓的事情，但是对于我们，活着才是内心所求。修仙阁主想要什么？天下太平。天下太平，依盟主，依你我，
以所有人的血为代价是吗？你们要的不是天下太平，你也只是屈服于自己的恐惧罢了。是谁杀了盟主？我不知道。那一夜，我接到修仙阁的传信，要我引开盟主闭关中的守卫弟子，我照做了。将弟子支走。李长老，是永仙阁无人防守。盟主即将出关，尔等随我去准备一下。必将盟主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，是，令他毫无防备的被人杀害。你还做了什么？我在外面下了隔音结界，使里面的动静无法传出，阻断了盟主呼救的可能。后来再发生了什么，我并不知晓。修仙阁主现在何处？修仙阁主行踪隐秘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与他传信，也非当面。雪晨，这盘棋局对你我来说，谁输谁赢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灵族、暗族、修仙阁已经结盟，你即使能力再强，仅凭你一己之力，能护得住天下人吗？你非要赶尽杀绝吗？输赢真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而我是想和昔日一起并肩作战过的人下完最后一盘棋。也许你说的对，是我不够好，是我无法保护好所有人。若我能早些察觉到你的恐惧，也许你就不至于走到这步田地了。雪晨，安装已经肃清。好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处理吧。桑启和修仙阁不会就此停止动作。各派到达之后，必起波折。从今夜起，加强雍雪城结界，无论进出，皆要监控。是。哎，城主，我还有一事。那个新入门的弟子，我与他在两界山相遇。我回城之路坎坷，险象环生，
他不曾想起，现如今他有幸问到，只是仙子跳脱了一些，还请苍长老耐心教导。